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介绍的一位大陆女孩小芳嫁到台湾的经历。说实话，我本来对跨海介绍婚姻还是有些顾虑的，毕竟两岸差异挺大。但是看到小芳现在在台湾过得那么幸福，我就觉得这个红娘当得值了。记得3年前，小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。她当时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，工作压力特别大，经常加班到半夜。虽然工资不错，但整个人都被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。她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了，每天像是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连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”那时候我刚好认识台湾一位男士阿伟，他在台北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。阿伟条件很不错，温文尔雅，家教也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特别平和。我就想，要不要给他们牵个线？经过我的撮合，小芳和阿伟开始视频聊天。没想到两个人竟然一拍即合。阿伟特别欣赏小芳的独立能干，小芳则被阿伟的儒雅气质吸引。半年后，他们就决定结婚了。小芳刚到台湾时确实有些不适应，但是很快她就被台湾社会的人情味打动了。记得她跟我分享第一天上班的经历，丽姐，你是不敢相信。我第一天去上班，同事们居然给我准备了欢迎会，不是那种形式主义的应付，而是真心实意的想让我融入团队。大家还轮流介绍台北好吃的餐厅，推荐周末可以去的景点。让小芳最震撼的是台湾的职场文化，在这里准时下班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主管从来不会要求加班，如果真的有急事需要加班，还会额外给加班费或者补休。更让他感动的是，公司非常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，每个月都有团建活动，每年还有固定的疗养假期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完全不需要拍领导马屁。小芳兴奋地跟我说，大家都是凭实力说话，考核评价非常透明公正，不用看领导脸色行事。而且同事之间的关系特别单纯，不会有那些勾心斗角。最让小芳感慨的是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。她说，在这里看病特别方便，而且花费也不高。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很高，完全不用担心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。现在我终于理解什么叫以人为本了。小芳还跟我分享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，比如说大家排队时都很自觉，公交车上老人小孩一定有人让座，路上遇到迷路的游客，路人都会热心帮忙指路。这里的生活节奏慢一些，但是质量高了很多。每天下班后还能跟老公一起去夜市逛逛，周末可以去野柳看海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小芳来台湾1年后，我特地去台北看她，说实话，我都快认不出她了。以前在深圳工作时，她总是眉头紧锁，脸上写满疲惫。现在的她皮肤红润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我都惊呆了。丽姐，我现在天天都睡够8小时呢。小芳笑着说，在大陆时我都快忘记周末是什么感觉了。现在每到周末，我和阿伟都会规划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时候去淡水老街吃小吃，有时候去阳明山泡温泉，生活可太惬意了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小芳带我去她公司参观。他们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环境特别温馨。茶水间里摆满了各种零食和饮料，全都是免费的。墙上还贴着每个月员工的生日提醒，到时候公司都会给员工准备蛋糕庆祝。丽姐，你猜怎么着？我们公司每年都有员工旅游呢。小芳兴致勃勃地说，不是那种形式主义的团建，而是真的带着我们去玩。去年我们去了垦丁，公司包了所有费用。而且旅游期间，主管从来不会在群里发工作消息，让大家真正放松下来。小芳告诉我，在台湾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被尊重。这里的主管从来不会对下属呼来喝去，有什么事情都会好好商量。开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，主管也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。不仅是工作环境好，台湾的就业保障也特别到位。我们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五险一金一分都不少。而且这边的劳动法特别完善，公司不能随便裁员，员工的权益有很好的保障。最让小芳感动的是台湾社会的互助精神。有一次她骑自行车不小心摔倒了，路过的阿姨二话不说就扶她起来，
还拿出随身携带的药给他擦伤口。在这里，素不相识的人也会对你伸出援手，这种温暖真的很难用言语形容。说到生活成本，小芳觉得在台北虽然房价高了点，但是整体物价还算合理。菜市场的东西都很新鲜，价格也公道，而且这边的小吃特别多，便宜又好吃。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特别有保障，不用担心吃到地沟油。工作之余，小芳还参加了社区的读书会，在这里大家都很愿意分享。我们经常一起讨论书籍，交流心得，有时候聊着聊着就聊到很晚。这种充实的精神生活是我在大陆时想都不敢想的。通过参加读书会，小芳认识了很多台湾朋友，他们都特别热情，经常邀请我去家里吃饭，过节的时候还会送我一些自己做的糕点。虽然我是外地人，但是完全感受不到隔阂。说到台湾的职场文化，小芳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特别注重工作与生活平衡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部门每周五下午都有幸福时光，大家一起喝下午茶，聊聊天。主管说这是为了让同事之间有更多交流的机会。在台湾工作1年多，小芳从来没见过同事之间勾心斗角。这里的职场氛围特别单纯，不需要搞什么小圈子。每个人都专注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不会去算计别人。就算有分歧，大家也会坐下来好好沟通。让小芳印象深刻的是，台湾的主管特别会读空气。如果看到员工状态不好，会主动关心，建议他休息一下。有一次我感冒了，主管二话不说就让我回家休息，还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工作的事不用担心。这种被关怀的感觉真的很温暖。在福利待遇方面，台湾企业也很有特色。除了基本的保险，我们还有育儿补贴、进修补助等等。公司还会定期组织健康讲座，请专业医生来给大家做体检。最近还推出了心理咨询服务，让大家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有倾诉的渠道。小芳特别喜欢台湾的请假制度，这边的请假特别人性化，事假、病假都不会扣工资，而且请假不用看主管脸色，只要提前说一声就行。最重要的是不会因为请假影响年终考核，这一点真的太赞了。谈到职业发展，小芳觉得台湾的晋升制度特别透明。公司每半年都有一次考核，会根据你的工作表现、专业能力来评定，不会因为你平时不陪领导应酬就影响升职加薪。这种靠实力说话的环境让人觉得特别踏实。小芳还提到台湾职场很重视导师制度，每个新人都会配一个资深同事做导师，手把手教你业务知识。我的导师对我特别好，不仅教我工作技能，还教我怎么跟客户沟通。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让小芳感动的是，台湾的企业特别重视员工的家庭生活。记得有一次我婆婆生病住院，公司不但准假让我照顾，同事们喊你100我1000得帮我凑医药费。这种温情在大陆职场真的很少见。小芳说，在台湾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被尊重。这里不会因为你是主管就可以对下属呼来喝去，也不会因为你是新人就要受气。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工作上互相配合，生活中互帮互助。现在的小芳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，早上不用打卡，中午有充足的休息时间，下班后还能参加各种兴趣社团，周末可以跟老公到处走走，感受台湾的人文风景。这样的生活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幸福。小芳说，台湾最让她感动的是这里浓厚的人情味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边的邻里关系特别好。我们楼上住着一对老夫妻，知道我是大陆来的，常常给我送自己种的蔬菜。过年过节还会叫我上去吃饭，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疼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小芳越来越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。这边的人不会盲目攀比，也不会因为你买不起名牌就看不起你。大家更注重生活品质，喜欢慢慢享受人生。周末的时候，公园里总能看到老人家带着孙子孙女玩耍，那种天伦之乐让人觉得特别温馨。说到养老问题，小芳觉得台湾的社会保障特别到位。这边的养老制度特别完善，除了基本的养老金，还有很多配套服务。比如说，社区里就有专门的老年活动中心，提供各种文娱活动。养老院的条件也特别好，而且收费合理。
让小芳欣慰的是，台湾的医疗服务特别便利，看病不用排长队，医生也特别有耐心。最近我们社区还开了一家长照中心，专门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。这种为民服务的理念真的让人特别感动。小芳还特别喜欢台湾的社区文化，我们社区经常举办各种活动，有插花班、瑜伽课、烘焙教室等等。大家在活动中互相认识，慢慢就成了好朋友。现在每天早上我都跟邻居阿姨一起去公园晨练，感觉特别开心。说到教育环境，小芳觉得台湾特别适合养孩子。这边的教育理念很先进，不会给孩子太大压力。学校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，经常组织户外活动。而且这里的补习班不像大陆那么卷，孩子们还能享受童年。谈到未来规划，小芳已经决定在台湾定居了。虽然这边的房价是有点高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好。而且台湾的环境特别适合养老，空气好，节奏慢，人情味浓。我和阿威打算明年在台北买房，好好规划以后的生活。小芳说，来台湾是她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在这里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，不是那种物质上的满足，而是精神层面的充实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看着窗外的阳光，闻着花香，我就觉得生活真美好。现在的小芳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要放平，不要总想着赚大钱，而是要学会享受生活。台湾的生活节奏虽然慢一点，但是幸福指数真的很高。每次跟小芳视频，她都会跟我分享在台湾的点点滴滴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都学会煮台湾菜了。我婆婆教我做卤肉饭、蚵仔煎，连阿伟都说比外面餐厅做的还好吃呢。看着小芳的改变，我这个红娘打心底里为她高兴。记得她刚到台湾的时候，还担心会适应不了。现在的她不仅学会了闽南语，还交了一群好朋友。丽姐，我现在觉得台湾就是我的第二个家，这里的人都特别真诚，不会戴着面具做人。即使是陌生人，也会对你报以微笑。小芳说，在台湾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安心。这里的治安特别好，晚上一个人走在街上也不会害怕。而且消费环境很规范，不会有人宰客的情况。买东西价格都写得清清楚楚，不用担心被骗。谈到工作，小芳现在已经升职了。我们公司的晋升真的很公平，全凭实力说话。主管说我工作认真负责，沟通能力也不错，就提拔我做了项目组长。最重要的是，升职后工作时间和压力并没有变大，还是能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现在的小芳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，早上跟邻居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中午在公司跟同事开开心心的吃午餐，下班后跟老公去夜市逛逛。这种生活虽然普通，但是充满了幸福感。在台湾，我学会了慢慢品味生活，懂得了知足常乐的道理。小芳常跟我说，丽姐，真的要感谢你当初给我和阿伟牵线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在深圳拼死拼活的加班，过着透支身体的生活。在台湾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。这里的人情味，这里的生活方式都让我觉得特别温暖。听着小芳的分享，我深感欣慰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牵线的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且过得幸福美满。小芳在台湾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，而在于你是否真正享受生活，是否被爱包围。现在我经常把小芳的故事讲给其他姑娘听，很多人都被台湾的人情味打动，也想找一个台湾老公。但我总是告诉他们，找对象最重要的不是看他是哪里人，而是看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三观是否相合。像小芳和阿伟这样两情相悦的，才是真正的缘分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红娘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